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我们要做的是，当孩子做不到的时候，我们要看到孩子难在哪儿，我们要帮他去把那个栅栏降低。如果这个孩子第一周因为古诗背不会他哭，第二周因为他古诗背不会才哭，等到第3周的时候，你万万不可以等到他开始背古诗他背不会他哭的时候你才说你老哭干嘛。我们要做的是什么？第2周背不会的时候，我们就开始问自己，孩子背不会这古诗他难在哪儿呢？他难在哪儿呢？当你这么问，你就会知道，也许那古诗太生涩，孩子可能前面用了1个小时读都读不下来，他对那古诗没感觉。那你要做的事儿，就不要等到第3周他开始背不下来才哭，你要回过来问，如何才能让他读得熟一点呢？如何才能让他背的时候不那么难呢？前面怎么能让他熟练？你可能从第2周开始就说，哎，下周又要背课文啊，来，咱们从今天开始每天读5分钟，每天读5分钟，那古诗可以读4遍，有没有？第1天、第2天，等到第2周的时候，他已经读了30遍了。各位，这时候他的背诗他还难吗？他就不难。所以我们家长要做的是，那个栅栏太高的话，我们就想到一个合适的办法把它降下来。心理学会讲到一个词叫共情，但是共情这个词不是简单的说我理解你，而是我看到你难在哪儿。这个难对你来说难在哪儿？你的认知水平现在是怎么样的？你的行为习惯是怎么样的？你的学习能力是怎么样的？我看到难在哪儿，我帮你找到一个你能用的办法。就像刚才主持人说到的，如果孩子在幼儿园里面没有好朋友，你能不能跟孩子说，孩子没事啊，你大胆去交往就行了，你去跟他讲，咱们俩做朋友好吗？一个不敢去交往的孩子，你站着说孩子你去交往就好，他做得到吗？他做不到。那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我们真的蹲下来，蹲下来的不只是身高，还有你对他的理解。我们看到对这个孩子来讲，他的交往难在哪儿？也许他不敢迈出第一步，那我们就把这个栅栏降低。我们可能要做的事儿是，我们去跟孩子讲，好啊孩子，那现在哈你不敢去交朋友，那你可以去看呀，他们有什么好玩的，你在旁边看一看。你会发现这一个看一看这个小的步骤就能够让你幼儿园的孩子交到朋友。为什么？他在看的时候他会被他吸引，他不断的走近，不断的走近，走近了以后慢慢的他会忍不住问，哎，你这个东西怎么弄的呀？旁边小孩一被欣赏了，什么感受？哦，我给你讲讲我怎么弄的，是不是就立刻交起朋友来了？哎，只要他好奇，这一步对他来讲他就做得到。也许过2天以后你再给他水平提高一点，说，哎，妈妈给你带一个玩具去小区里边的时候你去交朋友，他带着玩具他在小区里玩起来，别的孩子就问怎么玩的呀，他又大胆的去给别人讲，讲着讲着这孩子就知道，哦，交朋友我不怕，交朋友我敢交，对不对？所以我们家长要做的事儿是什么？去看到孩子的难，帮他去搭建台阶，帮他去做到。所以共情不是简单的说一句我理解你那么简单，共情是我真的看到你的难，然后我去帮你找到对你来讲有用的办法，让你去做到。所以这样帮孩子面对挫折的时候，我们不是简单的给他加油打气，而是告诉孩子，孩子你这样做你就可以前进一步。孩子做了就发现确实做到了，确实做到了，那下一次我就敢去挑战更高的目标。所以面对孩子的挫折，我们不是简单的夸他像个男子汉一样，而是真的蹲下来，用中国的话讲，不要站着说话不腰疼，对不对？我们真的蹲下来，看到孩子的水平，给他合适的方法。好，那下一个问题，当孩子做得不好的时候你怎么办？当孩子做得不好的时候，你能不能简单的给他加油打气，说孩子加油加油加油，你一定能行的。孩子你诗背不下来，妈妈给你加油，妈妈给你加油，只要你坚持下去一定能行。在孩子身上，如果你只是说结果过去过不去的时候，你一直反复的加油，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对孩子来讲是一种挫败。这个时候要怎么办？怎么才能够让孩子面对这个过不去的结果的时候，他心里边也有信心呢？实际上孩子的行为真的不是过得去和过不去那么简单的事儿。就像大家看到这张图片一样，孩子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而是黑和白都有的。孩子在没过去那个挫折的时候，他的行为中也是好和坏都有的。好，各位，那问题来喽，你看到什么？你看到什么？这边有黑有白的时候，我问大家，如果你看着白色，你现在看到什么？哎，如果看着这个白色，你看到什么？你看到一个杯子，对不对？好，如果你看到黑色，你看到什么？
你看到2张相对的人脸，实际上这就是我们的注意的选择性。我们看到什么，这个东西就会被我们凸显出来。孩子也一样。有一次呢，我去陪着孩子们去做那个户外拓展活动。户外拓展活动呢，想去锻炼孩子的勇气哈，让孩子勇敢，不要懦弱。好，这个时候他就设计了一个活动，叫断桥。一个80厘米宽的桥，小孩要走过去。小孩走过去，中间呢有1米是断开的，他要迈过去才能过去。1米宽的距离，他要从桥的这一侧迈到那一侧，对于一个幼儿园大班的孩子来说不难。但是难在哪儿呢？这个桥架在空中5米高的地方。好，你站在那儿什么感觉？不敢迈呀。所以一个孩子上来的时候呢，好多孩子迈过去了，等到他的时候，他站在这儿，你发现他一上去，他腿就开始打抖了。然后下边小孩就给他加油，说加油加油，你一定能过去的。加油了整整10分钟，这个孩子没敢过，然后他灰溜溜的就下来了。好，当他下来这一刻，你要怎么去安慰他？你要怎么说？这时候妈妈就过来了，他的妈妈过来说：“没事孩子，没事，咱下次努力，下次一定能过去，不要紧。”你会发现那孩子还是驼着背哦。你说不要紧，但是我在那么多人面前丢脸，我就是觉得我自己不好，我觉得我自己好懦弱，有没有？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因为做驻场指导嘛，我走过去跟孩子讲，我说：“哎，孩子，刚才我看到你在上边，大家给加油了10分钟，你没敢过去啊？”孩子说：“是。”然后我对他说：“哎，可是老师却觉得你真的特别勇敢。”当我这么说之后，这孩子说：“啊？”他如果说他会说什么？我勇敢啥？给我加油了10分钟，我都没敢过。我说：“哎，是啊，刚才大家给你加油了10分钟，但我注意到你上去第一课的时候，你腿就有点抖，你当时是不是恨不得赶快就掉头往回走啊？”他说：“是，老师。”我说：“你中间这10分钟的时间，你是不是也在不断的给自己加油，然后给自己鼓劲儿，让自己迈过去啊？”他说：“对。”我说：“哇，你看你在那个最害怕的10分钟里边，你还不断的给自己加油加油，所以我老师觉得你是真的勇敢。”大家觉得他是不是真的勇敢？是啊，当他最害怕的时候，他都想往回跑的时候，他还给自己加油，给自己加油10分钟，让自己迈过去。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孩子，我说到这儿的时候，后背挺起来了，他就站直了，他就看到自己真的勇敢。所以我们真的在生活中去看孩子，有没有一个勇敢和懦弱完全对立的孩子？你会发现没有，很少有个孩子从懦弱歘的一下到了那条线就是勇敢，没有。孩子大概是什么？他从懦弱到勇敢都是一个过程，而到达这个勇敢之前，这个懦弱和勇敢在他身上都在存在。我们要看的去看到他懦弱和勇敢都在的时候，他那个勇敢的火苗是怎么一点点升腾起来的。我们去看到他，然后我们去强化到他，那么他这个勇敢就会变得越来越强大，他这个勇敢就会逐渐的成长起来。有一个著名的印第安故事，他说有一个年轻人问智者说：“智者呀，我的心中有2匹狼一直在争斗，有一匹狼贪婪、自私、凶狠，另一匹狼勇敢、友爱、真诚，他们2个每天都争斗不休，您觉得谁会赢？”智者说：“你喂食的那匹会赢，你喂食哪一匹狼就会得到强化，它就会赢。”那孩子身上也一样，总会有2种力量，一种是好的力量，一种是不够好的力量。那么你看到哪个力量就会赢。当孩子在跨越挫折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只盯着他过去了还是没过去那个结果，在整个过程中我们都要去看到孩子他在这个冲突的过程中，他的坚韧性增长了吗？在这个努力的过程中，他有了什么样的新的方法？然后最近他有了什么新的发现？然后他给自己有了什么样新的认识？所以呢，我们需要做一件事儿，就是我们要去把对结果成功与否的这种关注拉回来，拉回到对孩子他在跨越挫折过程中的努力和过程的关注。在过程中，我们找到他那个坚强的力量，找到他的智慧和方法，那么孩子就会变得越来越强大。那实际上我们的人生好像就是一条河流一样，虽然从出生那天我们总会希望他平平顺顺的走过去，但是河流不是这样，河流在成长的过程中总是会碰到很多他过不去的山，
然后他冲不过去的硬地，河流就总要去取道而行。但实际上，你看到长江也是这样的，长江在它发源地很小，但是它走过来的时候，可能碰到高山过不去，绕路而行；又碰到硬的地方冲不过去，又绕路而行。然后它绕着绕着，它绕过了10多个省市，最后长江被我们称为母亲河。它在每绕一个地方的时候，就会有新的支流加进来，让长江从发源地那么小，等到入海口的时候变得那么宽大的江。孩子的人生也是这样，孩子的人生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它会有很多波峰和波谷。那实际上我们要做的不是看到他那种欢呼的时刻，我们要更多的去看到他那些波谷的经验，那些看似幽暗的负面经验，却能够去留下强韧的生命力。经验会挖深生命的河床，去容纳更充沛的水流。所以在孩子的整个人生过程中，真正让孩子成长的，真正让孩子有收获的，可能恰恰就是他经历的挫折，以及在这个挫折过程中，我们如何帮助到他去正面挫折，去不断的去成为最好的自己。好，感谢大家的倾听，希望大家在培育孩子的路途上越走越好。谢谢大家。